嘿，嗨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小黑，他是道慈。耶，我是老子。好对，我们现在在那个台北101的那个101的 gallery，就是101的展场。对，他在办公区。对，他在办公，不要走错。他不是在展场那边。我们刚刚就从展场那边，我们刚从商场那边走了完整的一圈。我们想说绕一圈总会找到，但是我对们找不，到。结果没有，发现他是在那个办公大楼这边。然后来看这个。对，今天是深深大道的展哦，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展，就是小小一个展。那我们今天就是有请了那个，这算是主办单位一角艺术这边，然后跟小黑稍微访谈一下。那我们就 go go。 Go go。我们就请一角艺术的老板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一角艺术的执行长 Able。原本这个展览是要办在松烟，然后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商业艺术展。那是因为疫情捣乱的关系，我们原本计划的大展就预计延期到明年。然后在这一段等待的期间，刚好101的高层因为台日友好的关系，知道我们拥有圣安大道老师的授权，所以才邀请我们来办这个小展。那里面展出的内容都是2015年到16年圣山大道游历台湾的时候所拍摄的作品。所以你们这样展览是蛮仓促。对，非常仓促。所以整个到决定要来这里办的时间大概是略5月中到5月底的时候才有这个提案。但提案通过，却不代表就是说这个展能不能顺利进行，因为那时候还在2级即将迈入3级的管制。那直到7月中的时候，我们才能100%的肯定，就是说这个展不管如何，它一定会举办。认为就是说101毕竟是一个台湾的国际型地标，那所以能够的话，希望就是说所有展出的作品都跟台湾有直接性的关联。我问圣山大道老师，是不是可以用他之前拍摄台湾的作品来做这一次小型展览的主轴？那其实我们可以很明确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周遭，或是我们台湾。在可能出去玩或者是走在大街小巷的时候，容易看到的景色，然后以此来表达圣安大道对台湾的一个感情，因为他曾经说，台湾跟他的关系就像脐带相连的感觉。他其实本人非常喜欢来台湾游历，所以这里的作品是重新又再挑过一次，跟你们原本计划的展览完全不一样啊。这一边主要是来自于另外2本摄影集，就是记录18号跟记录28号。作为主轴，然后我们从中挑选了25张的作品进行展示。整体的规划，你想要带给观众什么？我必须说，严格来说，我不是策展人，我是一个摄影的整合者。就是说我一方面要沟通策展人他挑这些作品的概念到底是什么，然后也一方面要跟国际沟通，还有101的行政组织沟通，然后去确定各个细节。甚至就是说，这个要怎么展示？我们有哪些灯？为什么就是这次展览都是用这种图钉的方式去把照片钉在墙上？我必须说，这个是我们依照艺术家本人的要求才会特意用图钉。那我们做了很多档摄影展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摄影你没有表板表背，它很容易受温度、湿度而导致相片变质。那你只用图钉去可能会有这样一种不规则的皱褶卷取出来。但我们询问过圣山大道本人的意见，他说没有关系，这就是他想表达的。依照他曾经的出版物里面就解释到，就是说，他认为这种展示的做法是最直接性的，你没有外在框架的束缚，所以你可以直接去面对整张的画面。我们一般展览里面大部分还是用投射灯啊。那这是洗墙灯，因为洗墙灯它的面域是比较广，那也相对来说就是说，假设你打得很均匀的时候，你图片就好像是粘在整张墙壁上面，会感觉像是大图输出。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这样用，也是因为圣山大道的要求，因为他认为就是说他的作品太过厚重。如果再用所谓的投射灯去把那个图跟地，就是背景，
墙壁整个的反差给拉大，会让人的视觉观感变得更重一些。那他必须要让观者有一种比较沉重的情绪或是距离感，所以他的希望就是说，希望的话就是能让整个画面保持均亮，或者是墙面保持一个通亮的状况，让人可以自由自在地靠近整张作品，然后去发掘里面的细节。所以这些作品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张？特别喜欢哪一张？应该是这一张，这个应该是在左营的那一个知名圣地龙虎塔吗？对对，龙虎塔。因为看了这一张，勾起我在左营那时候当兵的时候的一些回忆。但摄影作品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子就是共同经验。摄影是一个可复制的艺术，所以我们是可以很容易辨识里面的内容物，探究它的构图或者是一些黑白处理上的细节。单这个主题基本上跟我是有很明确的连结性的关系，所以我会多花点精神跟时间注意在这张作品上。假设这里的空间不够了，对，如果要你再挑选几张或者一张不在这个展览里面，你会挑哪一张？我会挑掉的作品可能是那一张鹦鹉。对，那这一张应该是在动物园里面拍的。它在摄影集里面并没有很明确的标注。那我会挑掉它的原因是因为，就以画面来说，我所认知的台湾这个场域，跟它我比较难找到线索去理解说，这个地方其实是台湾。当然你说其他的地方，譬如说我们的消波块、铁栅栏，或者是土地公庙，我都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就这个地方其实是我曾见过的景色。照片跟土地这种连接性，然后会带给观赏者的经验，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对，那这个其实也是策展人刘耀策划这一次展览，然后挑这些照片的主要的挑选依据。那深山大道对你来说，你觉得是怎样的设计？是透过这几次的长期合作，我才去慢慢发掘到他的故事。他本人不是很在乎用什么相机，真的对他来说，拍到影像的本身是远比你拿什么相机都还要重要。如果他看到有趣的画面，他没有相机，他真的会直接拿手机来拍，甚至也会愿意发表。有人形容他的作品是非常的琐碎、片面。你基本上找不到任何的逻辑性，其实这个评价是对的。以前对于艺术或者是摄影的认知，很多老师都要求是说，你一定要有主题，你一定要讲究你的故事性。可是对他来说，每一张都是完整的，每一张也都是片段。说这个单一的画面，远比你要展出怎样的品质、怎样的细节都来得重要。所以他试着就是说，这些照片拍完之后给他的团队处理，然后把那一个杂讯一点一滴的抹除掉，然后再利用细微的笔刷控制，将它的粒子感模拟近似于底片颗粒感的堆叠。所以这些都是数位拍的。对，2015年、16年都是数位拍的。当然，他早期的作品一定是底片拍的，毫无疑问。除了扣除，因为你们在1里举办，所以选这张当主视觉以外，为什么你会选择这张当主视觉？假设这是一个国际型的展览，我们要拿什么样的画面给其他外国人看？那其实有一个国际型的地标去代表一个土地或者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说，这毕竟是一个台日友好的国际摄影展，那我们当然还是选择最主要的画面，或者是让大家可以辨识到的国际地标作为主视觉。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扣除了，比如说准备的时间或空间，就给你足够的经费啊，如果真的再办一次展览大道展览，你最想传达给观众的题目是什么？如果再办他一次展览，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摄影师或者是摄影人本人对于摄影的理解程度上面。因为街头摄影说实在，因为科技的发达，所以大家都可以只有人手一机，要怎么拍就可以怎么拍。但是我们因为也是沉溺在这个科技的便利之下，所以我们往往忽略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这样拍，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只单纯去为了营造那一张画面，放上 IG 打卡，就这样而已。这样会不会变成一种影像的形式？对，既然是创作，你就要投注自己的想法、感情，而不是在那一些工艺或者是一些硬体制材上面，要回归到自己的人生。其实照片只不过是一个载体，它表现的手法。鼓励所有的摄影人说，你能不能用你所知道这件事情去表达你的人生？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一角的老板，你要不要你有刚才自我介绍一下？有吗？有啦，有吗？有啦，稍微一点点。很谢谢他替我们稍微导览了一下，就是深山大道站101的这个深山特展。然后南国风情，台湾记行。对，然后展览的时间是到9月24号。对，没错。请大家如果有空经过这附近的话，可以过来看一下。最重要的是免费。对，没错。很多人询问就是说要不要事先预约，那基本上是不用的。就你们到10年的时候有扫那个1922简讯发送出去，然后就可以自由入场。好，那我们就感谢今天麻烦了，谢谢。